2025年的除夕夜，16台机器人受邀参加春晚扭秧歌，语数科技一炮而红。但谁也没想到，这种被邀请的荣耀竟然成了机器人赛道的最后一张免费入场券。2026年春晚，机器人初创公司开始抢着掏1个亿，重头上春晚。对于这些初创公司，1个亿足够烧很久很久，但他们愿意为此买单。这钱只是广告费吗？只为露个 logo， 还是只为老板发个好看的朋友圈？显然不，他们想在这个最特殊的日子向全球华人发出公告：我掏得起这钱。春晚广告40年，5代标王，对应着5种财富逻辑。每一次赞助商更替，也是一次大国商业史的暴力更迭。大家好，这里是有点在理，先祝各位观众宝宝龙马精神，开心岁，一马当先，创辉煌。接下来，请让我带大家一起走进春晚标王40年，从酒杯到机器手臂，让我们用5次登场与落幕，看清这场舞台秀是谁在永久退场，又是谁在接管未来。让我们把时间拨回1994年的北京梅地亚中心，央视第一次搞黄金时段的广告招标，谭熙松时任央视广告部主任亲自出马拜访各地企业，广发英雄帖。此时，中国刚刚经历了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市场经济的闸门彻底打开，无数乡镇企业杀出重围，在区域市场成了小霸王。现在他们想更进一步，走向全国。但问题来了，怎么让全国人民相信一个县城小厂？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没有测评软件，没有完善的信用公式。一个山东的酒厂想让广东人相信他的酒是好酒，唯一的办法就是上央视。7亿人同一时间盯着同一块屏幕，谁能出现在那里，谁就是国家队。所以当孔府宴酒以3079万拿下第1届标王时，所有人第一次看懂了这个游戏的规则。标王不是广告，是信用凭证。银行看到了你上央视敢放贷，供应商看到了你上央视敢赊账，经销商看到了你上央视敢打预付款。这套逻辑在那个年代完全成立，因为能掏出几千万砸央视的企业，至少证明了一件事儿：它不会跑。1995年，一个没人听过的名字把这个游戏推向了极致。他在梅地亚中心举起了6666万的号牌，会场炸了，这个数字比第2名高出了300多万。举牌的人叫姬长孔，山东临朐县秦池酒厂厂长。这是个县城小酒厂，年销售额1.8亿，而他刚刚压上了全年利润的2倍多。第2天，全国都在问秦池是谁。1年后，同一个地点，同一个人，举出的数字是3.2121118亿。有人问这串数字是什么意思，姬长孔笑了。我的手机号。他对着镜头说了一句后来写进商学院教材的话：每天开进央视一辆桑塔纳，开出一辆豪华奥迪。那一刻，他是中国最敢赌的男人。1996年，秦池销售额从1.8亿干到了9.5亿，一年翻5倍，利税都有2.2亿，比建厂以来的总和还多。经销商揣着现金在厂门口排队，一排就是1个月。但有人注意到一个细节：秦池的年产能只有1万吨，而要消化3.2亿广告费，需要卖6.5万吨，缺口足足6倍。1997年春节刚过，经济参考报的记者就潜入了山东临朐，他们发现秦池的酒是从四川收来的散装原酒，拉回山东勾兑灌装，车间简陋的向乡镇作坊。报道一出，立刻掀起了舆论海啸。我花茅台的钱喝的是散装酒。其实呢，勾兑是白酒行业的通行工艺，五粮液、茅台都这么干，但秦池不会解释，不会公关，更不会认错。1个月内销售额断崖式下跌，经销商退货，银行讨债，供应商起诉。1998年，姬长孔黯然离场。2000年，法院拍卖了秦池商标，从标王到破产只花了3年。秦池倒下的那一年，另一个人走进了梅地亚中心，胡志标，爱多 VCD 的老板，27岁。他能花全部利润请成龙拍广告，能花经销商的预付款拿下央视5秒的标版。2年时间，他的销售额就从2亿冲到了16亿。1997年，他带着2.1亿走进了梅地亚，击败段永平的步步高，成为了新一代标王。走出会场时，还迎面撞见落魄的姬长孔，收到了一句忠告：面对记者，千万不要透露产值和利税。胡志标淡然一笑，挥手而去。他不知道自己正在重演秦池的剧本。1999年1月，胡志标办婚礼，138万响鞭炮，18辆连号白色奔驰，1000多位贵宾。而2个月后，爱多的资金链就断裂了，年底就破产。次年，胡志标被捕，1审20年，2审8年，从标王到囚徒比秦池还快。秦池和爱多其实是同一个故事。90年代的标王买到的是一张投名状，小厂没有品牌，没有渠道，没有信用记录，他们都在用广告费购买信用，用信用撬动市场，再用市场的虚假繁荣掩盖产能和管理的真空。但这张投名状有一个致命 bug， 它只能证明你敢赌，没法证明你能赢。借来的信用迟早要还，而且要连本带利的还，这就是中国商业史上的第一堂信用课。
2003年的除夕夜，0点钟声敲响的那一刻，屏幕上出现了4个字：美的时刻。这一年，美的拿下春晚0点的报时冠名，此后连续16年，除了2012年央视取消0点广告，这个位置都属于它。有人算过账，10秒广告5720万，每秒是572万。但没人觉得美的疯了，因为2003年的美的年营收已经突破了200亿，净利润超过10亿。到2019年最后一次冠名时，营收变成了近3000亿，翻了15倍。这和90年代的秦时、爱多完全是2个游戏。秦时是借钱投春晚，美的是有了钱才投春晚。彼时的美的为何如此豪横？因为它已经实现了体量上的极度扩张，而这种体量一旦越过临界点，就会产生一种极具侵略性的能力，一种规模效应下的豁免权。再具体解释一下，当你的空调产能占到全国的1/3，当你的采购订单大到能让上游工厂专门为你开一条生产线，当你的渠道网络深入到每一个县城，你就拥有了一种特殊的权利。你可以压价，供应商不敢不降，因为丢到你这个客户，他的生产线就要停摆。你可以延长账期，银行不敢不批，因为你的现金流比大多数城商行还稳定。你可以制定行业标准，同行不敢不跟，因为你的成本结构决定了市场的价格地板。春晚0点报时就是向全世界宣布这种权利的仪式，而美的又是怎么做到的呢？这里有2个关键节点。第一个节点是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 WTO。入世之前，中国工厂给外国品牌做代工，一台微波炉出厂价50美元，贴上松下的标，卖150美元，利润大头被品牌商拿走，中国工人赚的是辛苦钱。入世之后，关税壁垒打开，全球订单涌入，中国制造业找到了新动能，不是技术创新，是规模碾压。当你的产能达到全球第一，当你的成本低到没有对手，当你的品控稳定到能进沃尔玛，你就不再需要贴别人的牌了，你可以贴自己的牌，卖自己的价。第2个节点是1998年，商品房制度在全国铺开，此后20年，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房子盖起来了要装修，装修完了要买家电，买房、装修、买家电，这条链路让白电行业吃到了时代最大的红利。2003年，美的赞助春晚的第1年，全年营收200亿，2010年已经突破了1000亿，翻了5倍。到了2024年，美的以3737亿营收位列世界500强第277位，市值超过5000亿。格力也从2003年的70亿涨到了2010年的600亿，再到2024年的2000亿。海尔更是稳坐全球白电的第1把交椅。美的在春晚花的每一分钱都10倍、100倍的转化为了企业的营收，但这不是春晚的功劳，是时代的红利。春晚更像是一个给世界宣布我赢了的仪式。这早已不是花钱买信用的套路，但不是所有人都看懂了这个游戏规则的变化。2003年，熊猫手机以1.08亿拿下央视标王，请梁朝伟代言，一夜跃升国产前5，但它没有任何核心技术，芯片进口、系统外包、组装代工。2年后，老板马志平因14亿债务被捕入狱，标王早已不再是投名状，只有已经赢了的人才有资格站上去。这也不只是白电行业的故事，同样的剧本在整个中国制造业上演。2004年，联想以12.5亿美元收购 IBM PC 业务，震惊全球。2005年，华为海外营收首次超过国内，开始在欧洲攻城略地。2008年，三星重工挖掘机销量冲到全球前列，把日本小松、美国卡特彼勒逼到了墙角。2010年，格力喊出掌握核心科技，开始自主研发压缩机。这句广告语的背后是中国制造的实力宣言。2001年入市时，中国制造业的口号是与狼共舞。10年后，狼发现自己变成了羊，这是2000年代的真正史实。那些从未上过头条的工厂，用最笨的办法把中国制造4个字刻进了全球供应链。一颗螺丝钉省1分钱，一条流水线提效5%，一个经销商网络铺到县城。这些事儿没有任何新闻价值，但他们日复一日地积累着一种叫规模效应的东西。故事到这里还远没有结束，因为2010年代，一种新的标王即将登场。它不靠信用，不靠规模，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用户垄断。2015年除夕夜，0点钟声还没敲响，一场战争已经结束了。那天晚上，全国人民都在干同一件事：摇手机。微信摇一摇红包，摇到手臂酸痛。春晚直播的4个多小时里，微信一共发出了5亿红包，互动峰值达到每分钟8.1亿次。但真正让马云睡不着觉的，不是这5亿红包，而是一个数字。一场活动让2亿张银行卡绑定了微信支付，这是什么概念？支付宝花了8年才积累的绑卡用户，微信用1个春节就追平了。马云后来在内部把这一页称为偷袭珍珠港。那个春节，支付宝的高管们从全球各地连夜飞回杭州。时任马云特别助理的吴永明因为买不到机票，从夏威夷包了一架私人飞机赶回来。但这场战争的逻辑和90年代、2000年代的标王完全不同。90年代，秦时、爱多上春晚，让银行相信我不会跑；2000年代，美的上春晚，让产业链知道我是老大。
2010年代，互联网巨头上春晚是为什么？答案是垄断确权。啥意思呢？移动互联网时代有一条铁律，赢家通吃。社交只能有一个微信，电商只能有一个淘宝，支付只能有2个，支付宝和微信。但只能有2个这件事儿不是天然形成的，是打出来的。2013年，微信支付刚上线，市场份额不到5%，支付宝占据超过70%的市场。按正常逻辑，微信支付根本没有翻盘的可能。但张小龙看到了一个机会，春节红包。中国人过年发红包是刚需，以前是现金，现在可以是电子的，而发红包必须绑银行卡，绑了银行卡就能支付，能支付就能购物、转账、理财。一个红包撬动的是整个金融生态的入场券。2014年春节，微信红包第一次上线，只是内部小范围测试。除夕当晚，482万人参与，流量峰值出现在0点，每分钟2.5万个红包被拆开。腾讯内部意识到这个东西能成。2015年，微信砸下5300万，拿下春晚独家合作，又找来一堆品牌商凑了5亿红包。除夕夜，全国人民摇手机摇到手臂酸痛。5亿红包全是品牌商出的，腾讯只出了5300万合作费，换来的是2亿绑卡用户和移动支付的半壁江山。这笔账怎么算都是史上最划算的买卖。支付宝慌了。2016年，支付宝以微信出价5倍的2.69亿抢下春晚合作权，撒出了8亿红包。这一年，集五福玩法诞生了。2017年是10亿红包，2018年6亿红包。支付宝连续3年砸钱，试图夺回失地，但战争的结果早在2015年除夕夜就已经注定了。2016年12月，马化腾宣布，微信支付线下份额正式超过支付宝，从此移动支付进入双雄时代，不是3国，不是战国，就是2个。其他人呢？没有其他人了，这就是垄断确权的含义。春晚不是用来拉新的，是用来宣布游戏结束的。微信用春晚告诉所有人，移动支付这个赛道只有2张入场券，我已经拿到1张了，剩下的人可以散了。2015年到2019年，互联网公司轮番登上春晚舞台，微信、支付宝抢支付入口，百度、快手、抖音抢内容分发，淘宝、京东、拼多多抢电商流量。每家上春晚的公司要的都是在全中国人民面前宣布自己在某个赛道的垄断地位。春晚从信用凭证变成权力仪式，又从权力仪式变成了一场垄断宣誓。然而，时间来到了2020年代，又一种新的玩家即将登场。他们不是为了垄断，甚至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活下去。2022年2月5日的港交所，快手正式挂牌上市，开盘价338港元，市值一度冲到1.7万亿港元。那一刻，快手创始人苏华身家超过了2000亿，成为了中国互联网新贵。而就在1年前的除夕夜，快手以接近40亿的总投入拿下春晚独家合作。大年初一，快手 App 冲上苹果商店免费榜第1，春晚给了他颇天的流量，资本市场给了他颇天的估值。但故事的结局呢？2024年，快手市值不到2000亿港元，从巅峰到现在蒸发了超过80%。苏华的身家从2000亿缩水到不足300亿，那40亿的春晚投入换来的是一场资本泡沫的狂欢和一地鸡毛的散场。快手不是个例。2020年代的春晚成了资本泡沫的最后狂欢，从见钱买信用、宣示规模优势、垄断确权，到2020年，很多公司上春晚的时候，账上已经没有钱了。他们烧的是 VC 的钱，赌的是最后一轮融资，或者上市前的最后一波估值，这叫估值透支。2020年前后，一级市场流动性泛滥，钱多到没处花，资本疯狂涌入各种新赛道，在线教育、社区团购、新消费、短视频，这些赛道的公司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不赚钱，但估值很高。但不赚钱怎么撑住估值呢？是靠增长。增长靠什么？靠烧钱。烧钱烧在哪？投放，还是投放。而春晚是全中国最贵也最有效的投放场。所以2020年代的春晚迎来了一批奇怪的金主，他们的账上现金流已经枯竭，但他们还在疯狂砸钱买广告，因为他们不是在买用户，而是在买估值。这个逻辑是这样的：上春晚，用户量暴增，数据好看，估值撑住，完成下一轮融资或上市，老股东套现退出。春晚不是广告，是给投资人看的路演。最疯狂的案例是在线教育。2021年除夕夜，猿辅导成为春晚赞助商，作业帮跟谁学也跟着杀了进来。那2年的春晚几乎被在线教育包场。猿辅导砸了多少钱呢？没有公开数据，但业内估算，2020年猿辅导全年营销费用超过100亿，其中相当一部分砸在了春晚和央视。作业帮也不遑多让，2020年作业帮1个月的投放预算就超过10亿，但这些钱是从哪来的？2020年12月，猿辅导完成了G轮融资，估值155亿美元，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教育科技公司。2020年12月，作业帮完成了1加轮融资，估值超过100亿美元，
同一个月，一家融钱，一家砸钱，钱从投资人的口袋里掏出来，经过公司的账上过一遍，直接进了央视的口袋。这场热闹持续到了2021年7月24日，那天双减政策落地，校外学科培训一夜归零，猿辅导、作业帮、跟谁学，所有在线教育巨头估值瞬间暴跌。155亿美元的猿辅导现在值多少钱？没人知道。那些砸进春晚的钱呢？打了水漂。那些给在线教育投钱的 VC 呢？血本无归。春晚见证了他们最高光的时刻，也见证了他们最惨烈的归零。再回过来看快手的故事，略有不同，但本质一样。2020年春晚，快手正在筹备上市，需要一个漂亮的用户增长数据，春晚就是最好的助推器。但问题是，春晚带来的用户留住了吗？有分析师估算，快手春晚新增用户的7日留存率不到20%，也就是说，100个人下载了快手，一周后只有不到20个人还在用。春晚给了他泼天的流量，但没能改变竞争格局。2021年到2024年3年时间，快手市值蒸发了1.5万亿，这就是2020年代标王的宿命。他们需要春晚的流量来撑住估值，完成融资或上市，让老股东在泡沫破裂前退出。赢了，老股东套现走人，留下一地鸡毛；输了，连最后一搏的机会都没有。2022年，京东成为春晚独家合作伙伴。2024年，小红书接棒。但你会发现，互联网大厂对春晚的热情已经明显下降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算明白了一笔账：春晚带来的用户留存率太低，春晚带来的估值泡沫破得太快。2020年代的春晚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落幕，那个靠烧钱换增长、靠增长撑估值、靠估值割韭菜的时代结束了。资本退潮之后，裸泳的人终于现出了原形。然而，新的浪潮依然拍向岸边，因为2025年、2026年的春晚舞台上又出现了一批新面孔。他们不是白酒，不是家电，不是互联网大厂，而是一群造机器人的公司。他们又在赌什么？让我们回到开头那个画面，2025年除夕夜，语数的机器人在台上扭秧歌，不小心把手帕掉到了地上。那时还没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语数没花1分钱，是张艺谋团队的主动邀请，他看似白嫖了一个价值数亿的黄金展位。但1年后，游戏规则变了，这些公司的名字1年前大多数人还没听过，现在他们各自掏出上亿元，只为在春晚上露个脸。对于这些初创公司来说，1个亿意味着什么？语数2024年全年净利润大概是7000万。智源还在烧钱，没有盈利，1个亿够他们的研发团队烧大半年，但他们还是掏了。这笔钱40年前不是广告费，今天仍然不是。2026年的机器人公司上春晚是为了什么？答案是活下去。这个行业的困境是什么？人形机器人是当下最热的赛道之一，特斯拉的 Optimus、波士顿动力的 Atlas、国内的语数 H1、智源远征，每一家都在讲同一个故事。未来机器人会像汽车一样普及，工厂里、家庭里、街道上，到处都是机器人在干活。这个故事太性感了，资本像疯了一样涌入。2024年，中国人形机器人赛道融资总额超过100亿人民币，似乎每家做机器人的估值都在飙升。但问题是，机器人现在能干什么？能跳舞，能走路，能搬个箱子，但能赚钱吗？很难。一台人形机器人的成本目前在10万美元左右，工厂不会买，因为机械臂更便宜、更可靠；家庭不会买，因为扫地机器人够用了。政府会采购一些，但那大多是示范性项目，不是真正的市场需求。所以这些机器人公司面临一个残酷的现实：技术在进步，但商业化遥遥无期。研发要烧钱，人才要烧钱，产线要烧钱，每个月几千万的支出，收入却只有零星的订单，账上的钱在减少，下一轮融资越来越难。投资人开始问：你的商业模式是什么？你什么时候能盈利？你的护城河在哪里？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有好答案，所以春晚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这笔账是这么算的：花1个亿上春晚，全国人民都知道你了，品牌知名度暴涨，投资人觉得这公司有想象力，下轮融资能谈个好价格，再续命1-2年。所以不是广告费是什么？答案是续命药，更准确的说，是一份 IPO 申请书的前言。对于这些机器人公司来说，最终的出路只有一条：上市。只有上市，早期投资人才能退出；只有上市，公司才能从公开市场拿到更多的钱；只有上市，创始人的股权才能变成真金白银。但要上市，你得有一个故事。财报不好看没关系，我们有国家想象力；研发还在烧钱没关系，我们是国家战略；商业化遥遥无期没关系，我们在春晚上给全国人民表演过了，这是国民认知度。投资人看到招股书，看到亏损，看到不确定性，看到漫长的商业化周期，然后他会想起来，哦，这家公司的机器人上过春晚，这个画面值多少钱呢？对于机器人公司来说，这个画面可能值10个亿的估值溢价，所以花1个亿上春晚太划算了。
但如果回想青池、春兰、快手的结局，平静的你觉得机器人公司能逃过这些宿命吗？简单类比当然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和之前所有的标王有一个本质的不同，他们赌的不是信任，不是市场，而是技术，赌的是人形机器人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未来。如果技术突破了，成本降下来了，应用场景打开了，那今天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但如果不行呢？那今天站在春晚舞台上的这些公司，3年后可能一个都不剩。这就是生存对赌的含义。他们不是在赌某一家公司、某一个人能赢，而是在赌这个赛道本身能不能跑通。赢了就是下一个时代的美的、腾讯、华为；输了就是下一个青狮、春兰、爱多，非生即死，没有中间地带。春晚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每个时代的财富密码。90年代照出的是胆量，那些敢借钱梭哈的人赢了第一波，但借来的信用总归要还。青狮3年破产，爱多5年入狱。2000年代照出的是吨位，那些闷头攒规模的人熬成了巨头。WTO 和房地产的时代红利成就了美的、格力、海尔和一大批企业。2010年代照出的是垄断，那些抢到用户入口的人通出了整个赛道。微信一夜偷袭，支付宝8年努力白费。2020年代照出的是贪婪，那些靠估值泡沫续命的人最终被泡沫反噬，市值蒸发80%，在线教育也一夜归零。2026年照出的是什么还不知道，因为这一局还没有结束。机器人公司们站在春晚舞台上，赌的是人类文明的下一个形态。如果他们赌对了，这将是中国商业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一章；如果他们赌错了，这将是又一轮资本泡沫的狂欢与退场。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春晚不生产赢家，它只是提前宣判谁有资格上牌桌。春晚40年标王史，本质上是一份中国商业的断代史。那些站在舞台中央的人，大多数已经退场，能活下来的从来都不是最耀眼的那个，而是在后台数清了自己筹码的那个。大家好，我是有点在理。从酒杯到机械手臂，其实讲的都是同一个故事。中国人想赚钱，想做大，想站在时代的浪尖上。有人被浪打翻，有人被浪托起，但浪从未停止。赶潮的勇者一直在路上。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下一个风口见。